Hello， 大家好，我是孟浩。这支影片要来推荐我认为在 3.19 非常值得一玩的流派马哈萨多的负电闪电打击，强度以及造价可以说是 CP 值非常高。在进入到细节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角色的状况。这是一个高机动性的近战攻击流派，升华选用冠军，爆发输出在低造价下可以轻松突破6000万。我的机体则是来到1亿 DPS。机体非常全面，很帅又跑得非常快。位移技能使用回旋之刃，灵活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承受伤害的部分，元素伤害全转为火焰以及混沌，所以我们可以专心撑到这两个抗性，配装上也简单许多。机体拥有5万的护甲以及闪避、免晕、满法压、免疫暴击时异常状态。要说缺点的话，大概就只有这个机体是生命充能而没有生命秒回吧。接下来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带你了解运用到的机制、装备的取得、制作以及整体的造价。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这个流派需要绑定3件传说装备，盾牌使用马哈萨多的阴谋来取得我们的关键瓦尔天赋。多尼亚尼之行呢，又称为负电甲，是我们的大增伤来源。最后则是必须使用一颗致命的骄傲来做搭配。透过马哈萨多的阴谋盾牌，我们转走 50% 的元素伤害到混沌。接着使用致命的骄傲拿战争淬炼这个瓦尔天赋，又转走另外一半的冰冷和闪电伤害到火焰伤害。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闪电和冰冷承受伤害都转走了。而这样的方法呢，必须同时拿到2颗瓦尔天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盾牌跟军团珠宝来做搭配。这边要注意一点副作用，我们的电抗数值会受到军团珠宝的影响，要乘2倍的数量。所以快速计算一下，如果机体有5万护甲、83% 火抗以及84% 混抗，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只会受到约1成不到的伤害。接着来讲讲伤害面，稍早有提到我们必须乘2倍的电抗数值，所以装备的目标就是拿到负400% 的电抗。而这个方法呢，在前几季是非常难达成的事情，要牺牲掉很多东西。然而在 3.19 这一季的迷糊镜子机制，可以让我们在3个视频部位就取得大量的负电抗，搭配负电甲可以让周围的敌人常驻负200% 电抗，非常的厉害。第二点是我们拿爪子，可以使用公认超 OP 的夜刃辅助，拿取大量的爆率以及暴击加成，并且使用手工爪拿到必中的效果。第三点则是瓦尔闪电打击有2个特性，一是瓦尔闪打可以一次储存2发的量，二是正常的瓦尔闪电打击可以透过手套持坠打击技能瞄准额外附近的敌人来达成双倍的输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计算伤害的时候会乘以2。第四点，腰带使用横翼抑制搭配冠军升华，我们可以拿到永久护体、护体时猛攻以及超大的光环效果转成百分比伤害加成，光这一条腰带就给了我们大概 35% 的总输出。接着来介绍一下提升伤害的小细节。普遍玩家会使用腐化草串上活栓辅助以及任意1颗额外的辅助宝石来秒压血开启肾上腺素，同时插下图腾，这边做一个示范。接着右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打王小技巧。对碰珠宝的部分，我们选择神话灾难，除了对传奇敌人造成 20% 的更多击中伤害外，我们利用扭曲之冠俗称重水来获得击杀效果，让我们即使在面对终局 BOSS 的时候也能够拿到近期击杀时 10% more 更多伤害的 buff。 头盔的制作在影片的后段有详细教学，主要就是利用头盔的加2范围宝石等级配合魔力保留效用词缀，我们只需要使用3等的启蒙就能开启所有光环，当然你有4等启蒙会更好。如果你有这个头盔配合21等的火焰净化，就可以拿到83最大火焰抗性。如果没有单纯开20等的火焰净化，其实也会有 81% 的火抗。这边请注意，我们要开一颗小型的火焰星团拿纯粹之力这个天赋。混抗的部分，盾牌马哈萨多已经给了 5% 最大的混沌抗性，而在小型星团我们拿混沌之弹 3% 以及天赋盘 1%， 最终达到84最大混抗。这边我特别独立一页出来讲马哈萨多盾牌取得的方式。3.19 这一季除了迷糊机制，还有一点就是 3.14 版本试炼大师的回归。我们可以透过正常的游戏内容来获得试炼大师的门票，总共有4个部位，其中最麻烦的就属死局，需要攻略挖掘的瓦尔头目为相对难取得的部位。但听朋友说其实掉落率不算低，大约遇到3次 BOSS 就会喷一片死局出来。
当你组好4个部位之后呢，就能够在地图仪开启磨难之塔，攻略试炼大师。而这一季有一个挑战就是要解这个项目，所以我推荐还没有解挑战的朋友可以试着自己打一场看看。试炼大师的难度在这一季真的很低，一次给你6个门，一场门票的成本大约为 13D。 我自己运气很好，解挑战的时候呢就喷了一个盾牌，当时还带了4个公会的朋友，原本只是要打古典名约，结果喷了一个盾牌出来，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个影片。在进入装备制作的细节之前，我想先做一个整体性的说明。头手脚的制作都是利用精髓，最好是拿破裂底直接骰，属性的要求不会到很极端，只需要有一件法术压抑，剩余的部分就是补火抗、补混抗以及些许的能力值。我自己的这3件装备呢，则是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搞定了。饰品需要利用卡兰德的印象来制作，我自己实作的经验法则写在这边。如果是满6池的情况，则高几率为3正3负。举例来说，右边这颗戒指，绿色的部分为正的属性，红框则是负的，转为负的属性。饰品的挑选最重要就是后缀必须有电抗，你可以使用花园转抗性，再丢进壶里面制作。此外，就是要考虑到饰品多的词缀，如果转成负属性，会对你带来的副作用。这边我将自己的3颗饰品快速说明一下。饰品的前缀我会尽量找高生命，戒指呢找攻击技能增加元素伤害，后缀则是必定绑定电抗。项链的部分呢，则是在后缀多挑了暴击加成。而在饰品减消耗的部分呢，我们会利用头盔的异能词缀来解决，所以不需要特别做减消耗戒指。由于我的项链呢其实是骰失败，所以在戒指也配了1颗减魔号来做抵消，一正一负等于没有。此外，非常推荐在饰品的后缀找全能力，这样就可以大大解放手套的后缀去拿伤害。饰品的成本，假设每颗都跑3趟迷糊，大约是60颗神圣。如果你的运气好，一次就成功，那成本可以压得再更低。这边附上卡兰德印象的难度倍率对照表，建议至少要跑到难度8以上。催化器的部分，不论是抗性、生命还是元素伤害，记得一定要打满。这边有武器头手脚的制作，细节我都写在上面，大家可以按暂停观看。我这边快速带一下重点。爪子主要就是挑选 T2 以上的电伤破裂基底，接着利用热情金水骰出 T1 爆率。武器的攻击速度以及爆率尽量不要妥协，其余的部分你可以自行调整。头盔的部分，如果想省时间，就买闪电打击附魔好的头盔来做。否则你可以买破裂基底，做完再拿去跑附魔会简单许多。主要就是利用金水骰出魔力保留效用、抗性以及法压。前缀利用艾斯林找范围宝石等级+2，最后再打上生命即可。鞋子的部分主要是做出避免元素异常状态，搭配异能词缀以及众神殿，可以达成 100% 免疫暴击时元素异常状态。手套的制作取决于其他部位的属性，如果你跟我一样饰品没有拿能力值，那么手套就只好补智慧、补力量，否则你可以在手套的后缀拿攻击速度，会大幅提升你的输出。这边特别注意，异能词缀的打击技能瞄准附近额外敌人非常重要，至少要有1。最后我将整体的造价做一个估算，以我的装备来说，大约会落在 150D 内。以这个机体的可玩性及强度，我认为是 CP 值非常高。当然，如果你想追求超瓦、复制等级的爪子、3池的3项珠宝等等，那就看你自己个人的预算咯。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欢迎订阅、按赞以及分享。我是孟浩，拜拜。Oh my god！ 哦，又是减消耗在搞。哎呀，生命怎么是负的？哎，成功了，成功了！